你会好好活着的。你，还有我爹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你们不去宁国，我要不那么多事儿，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。顾大哥，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你要听吗？听。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，不后悔遇见你，也真心实意的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，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，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，完成婚约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会好好活着的，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，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。生死之际，不畏就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。大家彼此安心吧。我到家了，你看，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。顾大哥，心安了吗？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真酸。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吗？什么事儿？赶来2天路，从平遥送信而来。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，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。功亏一篑啊！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，我就说不要放，不要放。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，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。我知道，你在八家都存了钱，就是留着此时挤兑用的。当初我还不明白，现在看来，欲想取之，必先予之，当真是厉害。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，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。死银不动，活银回乡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。你来之前的半年，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。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难，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，
让他们关门上班。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。看心里这个意思，向着这步棋布走了，把钱存在这儿便是。这怎么行？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？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啊！反正都要回家了，你不能说那么惨。我马上给老魏写信。哎，写什么信？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，哎，还写？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，要不要试试呀？少爷，您可别胡来呀！只许你们胡来。哎，今儿啊，厨房食材备得足，昼夜伺候，大家好吃好喝啊。曾掌柜，我们家这菜做的吧，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的那几碗馊饭来得香吧？别馊饭！哎呦，大奶奶，你就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一说吧，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。哎，大奶奶，来，谷兄弟，你看看这个，合适。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行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，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。我们8家凑着600万两银，现在这个时候要，头寸可一下就空了。这哪是白银啊，这是杀人的刀啊！就算谷兄弟想出8家联手的主意，这么结对起来，你们谁受得了？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，让人好怕呀。这钱，你们打算给吗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们听你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了，但就这么交出来，真是不太高明啊。既然他要，那我们就给。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呢？我出400万，都拿出去啊！好极了。我回去扫扫库底，我也全部拿出来，好吧？什么买卖呀？啊，我带上我呀！好毒的主意！我就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到底什么买卖啊？啊？哎呦，刚才带什么买卖？别让我着急。谷兄弟出了个主意，太平号银子存利是3分，比我们高1分利。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，好啊，我们把钱全给他，有多少给多少。我们吃他利先去。这感情好啊！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！是啊。少爷，您还没睡着呢，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。谁到乌江来了？这，开门吧！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？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？何止啊！您看那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10里地了。咱们存银利高1分，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。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。
当初我让您听老爷的话，您非跟我斗这个气，怎么样？现在您敢开门吗？哎呀，少爷，你还真开门啊？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？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！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？少爷，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！都要上本回京了，得罪了老八家，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，何苦呢？让人笑话！别敲了，窝里人都死干净了。现在要是不开门，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。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我听您的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听我的，那就开门吧。李信兄，顾兄，那些银车呢？出来吧！哎呀，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？是吧？得罪了，我们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体面退场。得了吧，贴告示吧。咱们准备回京师，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。哎，那什么，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，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，还是要银票啊？我爹说了，留在这儿，当结个善缘吧。难怪，难怪什么？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。这话说的有风度啊。你是夸他呀，还是骂我呀？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哪儿了？你给我解解惑。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等你去京城那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总柜啊，给大奶奶请安，给李兄、孙掌柜请安。总柜安好。哎，我呀，今天从福建带了大红袍母树的2两好茶，喝酒前咱把它先造了。谷兄弟怕是饿了，咱们先吃酒后喝茶。好，他饿不饿的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馋这茶可不是1天2天了。你说这一把年纪都沾上，哎不，我是托总柜的福。总柜到了，大爷，我现在就是沐猴而冠呢，别再开我玩笑了，折煞我了。请。他能说出4个字来，就算行大礼了。我这辈子净听他俩字蹦，是不是残废？滚！哎，你听听。谷兄弟，啊，谷总柜，我问您一句，你答我一句，不要管我妈不爱听。你要是不喜欢，直说便是。啊，好啊。你是真的想进老八家吗？我不想进。诸位，其实我是个流放犯，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。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，是他威胁我，逼我替他做生意。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，其目的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，所以才有了上次晋阳山庄之行。这可是没想到。
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，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柜呢？河东八家，我久有耳闻，一见之下大为惊蛰，能与你们相识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其余的，我真的不敢奢望。你们商议你们的吧，我先行告退了。不就是一个流犯吗？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。英雄不用问出身。不是，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，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，还是算了吧。古兄弟，古兄弟，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，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。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，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？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，你的为人，你出的主意，我十分佩服。我接纳你，我愿意跟你共机密。我也是。最近几个月，咱们票号可是大发利市啊，小白，不，总柜，王天贵放了你，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儿。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的。文才兄意下如何？总归，那如此，古兄是老八家的人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。哎，王爷的兵现在已经到了这儿。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，曹州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啊？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，战功卓著，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？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，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，居无定所，谁会低落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？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，别到时候借不着刀，反伤了性命。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？而且不止一次啊！这把刀锋利不锋利？钱是磨刀石。怕总归听不明白。我们行商送货，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，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。钱是磨刀石，这话不错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弄了2000匹马，走运河。送到山东，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，团团围剿。哎，我不懂兵法啊，我只告诉他们一句：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。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，王爷？我站住！护卫部队都到哪儿了？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？都哑巴了？回话！王爷，林三那小子他反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我一手带大的。刚才冲阵，我们眼看就要赢了，可是林三带着他的骑兵部队冲进来，一时间。我们竟不知道谁是谁，所以就让叛军他们得了势。他岂能叛我？
王爷，叛军的火器和骑兵比我们更深，03背后定是有人支援。我等先护送王爷撤走吧。我们已经买通了王爷的亲兵大将林三儿，哎，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，我们替他还了。他答应，他一定临阵反水。到那个时候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叛军，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。回来！都回来！都回来！别跑！胆小鬼！这都绑好了，绑好了，这绑结实了，绑结实了。哎呀，这都绑好了，绑结实了，绑好了，绑好了。哎呀，少爷，这外边风硬，您快上车吧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这砸碎了，带回去便是。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，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。现在这还没几个月就要砸碎带回去了。少爷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砸？为什么不砸呀？啊？等我上车呢，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？我触的什么情？生的什么情？我砸碎了，我好走得安心。看就吹了。嘿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砸碎了，砸碎了带走！快，快！对，把绳子接住。哎，对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吴兄啊，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，山西票号的第一红人，羡慕啊！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嗯。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，那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？有话不说，可就不仗义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心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隐士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
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至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消耗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啊？既然是唱戏啊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走了。这，顾兄。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道、上门道、佛门道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这。各位，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顾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，后来就发了大财。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吴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。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。
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、40岁，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绫老先生和傅行主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聚沙成塔，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，乃济世而利民。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古平原，谨受教。我把常四给抓了，逼你给我干活，你恨不恨我呀？谈不上恨，无奈而已。不是无奈，你是无路可走啊。也是。小子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你抬头看看，看看这些账本儿。你小子呀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。太玉峰10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，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！你本事大呀！哎，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，你说说，我怎么赏你好呢？我身无长物，钱对我来说是累赘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钱呐，没钱的人，他才说钱不好呢。钱无善无恶，有了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干成，何来不好呢？有钱人买马车，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根本无路可走。快慢于我而言，又有何用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？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我信。可是我偏不这样做。你小子
可以帮常老四挣钱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？小醉，你此时出现在这儿，这是老天爷的天意，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。看看这满屋子的账本儿，这都是我的财富。你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你有话直说。给我做儿子，你该姓王。从此以后，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，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，都翻篇了。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，啊！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，你替我守住了。以后我死了，我就埋在这儿，我替你守着。常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，他是个凡人。你的良心债已经还了，还要什么良心呢？啊！给您道喜。二位上禅，这是今您老就要上天了，好跟您老说一声，是有王千贵王老爷使的钱，想要坏了您这条人命。将来您到了您曹地府，您大英雄好汉子，您找他报仇，可别怪罪我们哥俩。我去找他。这是王法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不告诉他！常老四，这件事我帮你办了，他们父女俩的命都在我手中，我一定会让他们死。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你替我守着钱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，今夜3更3刻，我就会要她的命。我跟他们已经说了，杀人者是王天贵，不是你古平原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，给你当狗奴才吗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可以啊，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。你呀，到地下跟常老四他们一起相会吧。我们谈笔生意。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呀？你有资格跟我谈吗？啊？闯王宝藏，有没有兴趣？闯王宝藏，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，几百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所在。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老八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，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呀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刚去过。在哪儿啊？
人可以放了。他说这个李闯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，我看未必吧。以他的那种性格，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？哎，师傅，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，还请您帮个忙。这边请。你走前头。这么多死鬼，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，这无福消受啊，岂不可惜了？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呢？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，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。是。这里的宝物之贵重，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，也未见得比得上啊。东家，你还满意吧？东家，我去看到了，老师，老师。都是我的！撒开！不撒这是我的！我先看见了。别抢！花是我的！这就是断龙石，当年修皇陵的人修筑，一旦落下，再无生还的可能。
东家呢？给闯王看门去了。王天贵那种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？你今日知道，今日就得死。他的那些保镖，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。赶紧逃离山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老天爷，我王天贵比你有钱了，平时我才别有用。全国都在挖国藏，马上就新朝了，新帝大赦天下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我现在去买马，到街上走一走，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。哎，先别冒失，再等等，我再出去看看。爹，你让他买马吧。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。 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。郭兄弟，要不你再多住几天？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。你没看古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？他若现在有匹马，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。 四爷，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，安徽光复了，你可以过来，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，运到北方去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。我家里有半座茶山，有银毫，有猴魁，那可都是好茶，卖到京城销路应该会很不错。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，是真的吗？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，当朝的皇帝
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。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，都快变陈茶了，然后拿茉莉熏一遍，香味是有了，但也失去了本味。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，您家养好身体，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。一出监狱的门啊，我这2条腿都痒痒了。这1年多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只有在路上痛快。各兄弟，一路上多多保重。站，站。哥哥，这次南下定要周全。是。山下等候。走。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这。顾大哥，这1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多图口碑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语。不见君子，云虎一喜。顾大哥，保重。在。
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我若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叫我做生意。他若诸位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跟我一起进村吧。额父，我们奉命送到此处，往后的路您自己走，就此告别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你们一路护送我，多有辛苦，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。军令在身，不敢违抗，额父不必多说。那日，额父和格格重回科尔沁，小人再伺候您喝酒。走。娘，娘，
您儿子回来了。娘。老大，是你吗？老大回来了，你是我大儿子，老大，老天有眼呐，让我们娘俩活着还能见面。老大，让娘看看你，老大，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呀，老大。哎呦，终于盼到你回来了！倒了8辈子霉了，什么世道？欺负的都是老百姓。老二，长个了，不认识人了，起来。哥，你还知道叫哥，下死手啊你！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们以为你死了，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娘这眼睛啊，就是老哭，哭得太多了。你这一回来，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哎呀，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，老能看见娘在哭。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，后来他腿脚也不好，也不怎么来了。我呢还得下地干农活。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为什么要人陪啊？就算我眼睛全瞎了，我还能纺线。哎，这是，你别看娘眼睛不好，那手纺出来的那线，那又细又精，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。那白先生呢？除了腿脚不好，还有哪儿不好啊？腿脚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老骂人。老骂我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！不过我可不进去啊，省得又被他骂。他脾气不好，爱骂人，又不是只有今天。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，书一背不上来，就给他打手心，打到我2个手心都肿了。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，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，那就一定是白先生。你那算好的了，我当年手被打，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。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？你要像我似的，那书背得好，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。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，我背的比你好。
那一梅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嫁人了？没有。我知道，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，苦了她了。这样，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，给他当面赔罪。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，骂我一顿也好，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。哎，对了，我一路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，发生什么了？跟他说吧，不然你哥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上个月，官兵在这打了一仗，茶园就给烧了，祁门那边也被围了。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。啊！整个村里，除了小女孩、老太太，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。说是什么照顾伤兵、洗衣服，10天就给放回来。可现在都1个月了。哎，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，可进不去啊，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。他们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，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。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？据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，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，可厉害了，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。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？这不和你说了吗？进不去营门，谁敢硬闯啊？没种。一梅被抓，那白先生岂不？老大，你明天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，因为生死难料，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。娘，不想了，咱们好好吃饭。既然我这次回来了，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。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，我估计不会太久。等战争一结束，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，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，好好的做生意，好好的生活。娘啊，别想太多，保重您的身体，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别闹兵闹灾。这句话我原来在梦里听到过，现在我还能听到你说，我就是马上死，我也知道了。哎哥，我没记得见你挑过扁担啊，这挑的还不赖嘛。以前觉得自己是读书人，哪用得着挑柴？后来到了宁古塔，上山打老虎，下水淘过金，挑扁担那不小菜一碟吗？白先生，我老二给你挑水送柴火来了。挑水就是挑水，送柴就是送柴。什么叫挑水送柴啊？难道你3头6臂啊？哥，你听，多能抠字眼儿。这不是抠字眼儿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理不通，理不通事迹不成。你读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？嗯？白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先生，学生古平原回来了，给您问安。
媛回来了。平原，你这小子，你这小子，不是，你让我们操碎了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快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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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好好的，咱们进屋，好好说会子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快进屋，进屋！哎呀，来，进。哎呦，哎呀，先生，这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，真好。好什么？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你看我个子小，让我坐前面，就坐这儿。那时候我脚都挨不着地呢。哎呦，你天天蹲在我这墙根底下偷听，听到一半就睡着了，还打呼噜。哎，我就琢磨着，是我讲的不好吗？那个时候太阳可舒服了，一晒到身上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哎呦，